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电梯大战。这是2代，1代的话还曾经移植到红白机的平台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也玩过。那2代的游戏素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可选角色一共是3个，我选择的是女主伊迪。3个角色主要是武器方面和操作细节的不同。比如说移动速度的话，是男主最快。女主装备的手雷是燃烧弹，攻击力比较低，但是它是一个持续的燃烧的攻击。那男主呢是手雷，攻击范围很大，但炸一下就没了。这种蓝颜色的门是一些道具，红色的门就是咱们每关主要的目标了。咱们把红门里边的资料带走，就算是过关。但是每关的红门的数量不同。而且有一些关卡呢是有 BOSS 战的，这个前作没有。敌兵的种类也非常多，版面上可以利用的障碍物等等也非常的多。那现在呢，屏幕的右边有2个字母，这2个字母一个代表的是火箭弹，一个代表的是机枪，都是特殊的武器。这种武器捡了之后呢，可以在本关使用，但是有数量限制。火箭弹的话是20发，机枪是100发。这里是一段剧情，这个楼被拆了一半，敌人跑了。游戏的名字叫做电梯大战，所以说核心元素还是怎样利用电梯来卡位移动。我明明满着血，结果捡了这么多血。扔手雷的操作是 A 加 B， 因为游戏一共就2个按键，一个开枪，一个跳跃。跳跃的话也是有攻击判定的，可以用脚来踢敌人，而且近身的话呢，也有特殊的攻击动作，这一点有一点像合金弹头。好，咱们第1关过关了。第1关的难度呢不高，它主要是一个给玩家上手。并且前面的关卡呢，你每进入一关，它的血量是回复满的，但是到了4、5、6后面关卡，血量就开始继承了。哇，这个登场方式，乌鸦坐飞机啊，直接把飞机撞进了机场。这里好像是仓库啊。上边的那个蓝门我没有拿。其实速通的话，大部分道具是不用拿的。但是速通都是高玩需要研究的问题，对咱们这些普通玩家来说无所谓。我现在捡的呢就是火箭弹，一共20发，穿透攻击，秒杀这些小兵。有的小兵呢需要3、4下才能打死，但用火箭弹的话就是1下。我刚刚腿部挨了1枪。那屏幕的左上角就是我的血量，可以看见已经掉了一点。这个攻击还是比较轻。敌方的飞行兵，这里的敌兵非常多，我带着火箭弹就不够了，只能使用默认的手枪了。刚刚如果有机枪的话就好了，机枪的话是100发。和火箭弹的区别就是一个射得多，一个射得猛，这个需要玩家来取舍。2项属性你不可能都具备，对吧？好，清完这里可以继续往前走了。一个强制的版面，这是1代没有的。另外，本作有一点我需要吐槽一下，就是它的人物贴图实在是太小了。很多时候我挨打的话，就是因为没有看清敌人的动作。当年的话玩这款游戏还可以，但是现在贴图的大小有点为难我这种老人家。哦，看这个飞机，上面好像是商务舱啊，下面就是经济舱。这个红色的敌人打完啊，这里可以跳过去了。我天，我被从空中击落了，这一枪啊，血量一下掉到剩1/3了。
那其实这是有关背板方面的东西。敌方出场虽然有一定的随机性吧，但是一些固定的地方呢，它是有固定的敌兵的。刚才这个地方，如果我背板的话是不用掉血的。处理方式呢，就是你先不要跳，先把它清掉之后再跳。把这个红门捡着，里边是数据。人物开枪的时候，感觉还有光影效果，好像开了光锥一样，整个身体前方都被照亮了。那刚刚呢，我向斜上的方向进行射击了，这也是本作新加入的一个射击动作。它虽然不能像45度啊，像90度向上射击，但这个角度呢，你也可以利用，在上电梯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打击敌人，这点还是比较不错的。一代是绝没有这种动作的。街机版的一代还有红白机版，我都不知道有几关。我记得红白机版的话，给大家录制过一期，但是肯定是没有通关。我不知道它是无限循环的呀，还是怎样，因为年代太早了。本作的年代好像也很久远了。过关了，已经过关了，咱们所有红门都拿到了，然后到达了这个地点就过关。敌人坐着一个热气球跑了，第3关。那可以看见资料里边显示，本关呢有4个红门。这个出场方式装在了木箱里，一下子给了2个血。应该从本关开始，后面就是血量继承了。这个难度设置还是不错的。很多的蓝门我都没有记，因为其实普通的武器的攻击力就可以了，压制那么2-3个敌人也绰绰有余。在这儿等一波电梯。速通的玩家肯定都研究一些什么极限上梯等等，但是咱们玩的话就算了，随意一点吧，因为极限上梯搞不好的话会摔死，甚至呢会被电梯压死。因为咱们不能从上一层直接跳到下一层，这样就摔死了。你看这些特工身手比较矫健，从3米高的地方掉下来就是一条命。但有的时候呢，例外，就是你每关开场，角色闪光的时候，处于无敌状态，这个时候呢，可以从上层跳到下层。好，我拿了 M 弹，这个是射的比较多。这2种武器我都不太喜欢，如果集合它俩的优点就好了，又多又猛。这些狗子打完了呢，好像是跑了，因为它没有趴在地上的动作。你看，都起来了。哦，敌方这种光着上身的敌人特别猛，打我脚上了。这好，吃了一个薯条，但是呢，血没有补满。我还以为坐着电梯可以跑过去呢。敌方还有一个炮台，我需要捡那个红门啊。这个敌人需要打好几次啊，如果手里有火箭弹就好了。本关呢是有 BOSS 战的，哎，我们摇到血，摇到血的话是不是就满了？
这个 BOSS 战一般来说就2种打法，要么你求稳，可以不用掉血，咱们还是求稳吧。好，回血道具，快去捡吧。等一等啊，等一等。你看这个角度啊，正好射不到他。这敌人手里拿着好像是 AK 啊。红门，本关应该是最后一个红门了。跳一下，哎呀，被打到头了，这不想被打腿啊，被打头了。啊，幸亏我有3级头，被打头了，血量大概掉了40%。好的 ，BOSS 战了 ，BOSS 战就不要再掉血了。等咱们上去啊。BOSS 战是一堆飞行兵，而且呢还有红色非常抗打的那种，敌人数量很多，但是屏幕上给了咱们不少这种化学桶和桶打爆呢就开始燃烧，时长还是比较长的。这里我也注意用2发手雷吧，很少用。黄色的敌兵出完就是3个精英怪，红色的。右下角那个没给血，给血的话，我打完 BOSS 肯定要去吃啊。扔手雷的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站着扔，那还有一种呢是按下按 AB。这种扔手雷的方式呢，手雷会扔在自己的身前，有一个护身效果。就像现在我扔了1发。好了，这样过关。哦，咱们直升机造的真惨啊！前面的玻璃都碎了。第4关，看起来呢是有5个红门。敌方出现了新的小兵，有拿着盾牌的，非常的抗打。还有呢是这种飞行兵，开着飞行器的。也非常肉。好的，一个红门。这个货摔到电梯里了。自动机器人主要是长得比较矮，你可以蹲下打它。敌方有的时候会蹲下射击，这个时候要小心一点。或者呢，你火力压制，或者呢，你找时机跳跃。而且最恶心的敌人呢，他是会趴下射击的。好的，我把血量恢复了一点，上一章的血量已经开始继承到这一章了。游戏的难度其实升的比较高的是第5关的时候，就感觉也说不上哪里难了，就是感觉游戏变得不太友好。地上的是感应炸弹，好，上面有一个飞行器，扔个手雷烧它。其实还是利用到了电梯。自动机器人，注意清理。好，有机枪。红门呢，这里有一个。本关的红门在这儿就比较集中了。你向左边跳跃，都在上层。哦，这里我要跳一下。哎，什么东西把我炸了？
好像是感应炸弹，我怎么没看清它呀？人物贴图就不大，感应炸弹呢更小。可以了，这个红门解完呢就过关。本关我算是回了一点血量吧，因为上一关好像掉了60%了。第5关啊是在一个油田上，每关的地形设计呢都比较有个性。趁着无敌，咱们跳下来了。如果不是无敌的话呢，这里我可能会挂掉。这个视角带的好像有点偏下了。从前我玩的时候从来没带着这么偏下，看到下层。好，近身给了那个货一肘。下电梯的时候，在你的位置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发射一发子弹，可以把吊在棚上的自动机器人干掉。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吧。跑动呢就是前，跑动也是本作新加入的一个动作。右边还有一个门哦，这个要去啊！哎，又没有摇到血，我需要血的时候就摇到这种分数有什么用啊？好，把这个控制器吧，控制器打爆的话呢，那刚刚电梯下方的那个电就没有了。我在这等一波电梯。下来3个火，哎，我白白跳了一下，刚刚他第一发子弹被电梯挡住了。哦，红色的迟钝敌人，这个敌人呢，要打他3下，一下扔盾，然后本体可以挨2下伤害。在这儿把这个电梯坐住啊，不让它升高了。哎，血，好，满了。血量还是有用，提高你的容错率。这里是平台的最底部了。前方如果是速通的话，需要跑过去。这个飞行兵其实特别讨厌，所以我就没跑过去，把它带出来，把它消灭了。你跑过去的话，很容易挨打。这个地方算是本关有难度的地方了，尤其是前方。敌方有炮台，这个红门要拿呀。幸亏我拿了火箭弹，不然呢，敌方有这种固定的炮台进行射击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一些小兵互相配合，你就感觉很难。蹲下，但是下一层的那个蹲下恐怕就不管用了。我掉下来了，我竟然掉下来，那我又跳一次了。3个感应炸弹，左边有个敌人在上卫生间，你其实是可以把他干掉的，但我觉得那样做太不道德了。好，出来一个特工，你看他趴下了，趴下射击，这个动作太危险了。对付这种趴下射击敌人最好的方式呢，是你算好跳跃，或者呢在中距离跳起来把他踢死。我刚刚犹豫了一下，我怕走下去啊，电梯果然动了。反正小心是准没错的，咱们不打速通，小心一点肯定是没错。
哇，这个拿盾的敌人也会趴下射击了，打中了我一下，我这关好不容易把血量搞满了，一枪打掉了1/3。又一个特工，特工需要3枪，并且小心他趴。你看这个货趴下了，跳踢。这个地方敌人好难对付啊！我想快一点过，又怕操作出错，又趴下。放电，进入右下角的红门，就算是过关了。跳，我快要过关了，他还打我。啊，把敌方的这个油井炸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没有数据，不知道有几个红门，但最主要的还是阻止对方发射导弹。开场的话，上方有2个隐藏，我还是使用这种火箭弹吧。哦，刚刚那个纸箱里装的是炸弹。3个电梯，我倾向于坐左边这个。最好不要做中间的，做中间的选择是最烂的，因为这种飞行兵很容易打到你。都在左边和右边都要注意清理飞行兵，别的小兵无所谓了。好，做这个好处呢，是可以把敌方的这个电的机关控制器先干掉。本关的第1个部分就完事儿了，现在是第2部分。第3部分是一个限时的，给咱们3分钟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炸弹，这种感应炸弹的爆炸威力还是挺大的，并且范围比较广。这种炸弹还有电的攻击都是不分敌我的，但是由我方造成的一些爆炸、燃烧等等效果呢，对我方是没有伤害的。可以了，这就是第3个阶段，上来就挨了1枪啊！上来就交代了1/3的血。哇，这个梯子好像刚上去啊，我要等半天。上楼梯的时候小心那2个电。走人。等一下，这2个箱子里应该有武器。哦，机枪就不捡了。哦，一地的炸弹。这电真危险。我血量不多了，不能浪。好，敌方飞行器，飞行器要打很久。如果没有火焰弹的话，用普通子弹和它对射，基本上是一个互伤的结局。看见导弹的头了，那是快了。还有2发。我有点不讲武德了，偷袭他后方。好，从这个梯子上去呢，就是最终 BOSS 战。
运用电梯的时间差来打他的子弹非常快。有小伙伴可能会想，带着火箭弹来打他不就好了吗？但其实火箭弹呢也要打他好几下。咱们把这个控制室拆掉，这样就算是通关了。想要快点通关的小伙伴可以在这里直接跳下去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电梯大战2代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结尾呢放上了片头，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